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7克，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一口畅爽，烧烤更有烟火气。本节目由可口可乐行业赞助播出。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蛋陈兰珍赞助播出。好网络就选中国移动。本节目由指定产品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脱友3选手线下聚会再次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限定惊喜仅朋友可见。谁是乖宝啊？谁是啊？我是小四爷的 CP。哎呦我去，他变了。一定要记得，两口子钱不能放一块儿花。我独自走过女生吧。就是以身入局，解决选手难以写作的问题。Triple kill。他跟罗伯特一模一样，这哪儿都有他。我说海燕呐，咱可长点心。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7克，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欢迎回到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3季，目前我们进行的双谈之战继续进行。3季男孩要派出的第3位是他们这支团队里的文艺男孩，掌声欢迎高寒。我叫高寒，然后讲脱口秀已经4年了啊。其实我最开始讲脱口秀1个月只挣400块钱啊，得管家里要钱，给我爸发微信，我说爸，我现在不挣钱，能不能先借我点钱，等以后挣钱了再还你？不给我转，不回我消息了，在家族群里转发一条新闻。说无业游民跳楼砸坏奥迪，想死请别拖累他人。我说你是他人吗？你不是家人吗？他发完这条新闻，我想把家族群名改成相亲相爱一他人。但我上电视之后，他变了。去年我回老家，一见面他说儿子，现在你是我们县有史以来最有名的人。我说我这么厉害吗？我没记错的话，张学良是我们县的。而且我发现我不管说啥，他都会无条件的附和。我在家看书，看太宰治的《人间失格》啊，他说儿子你看啥呢？我说我看的是一个日本作家，他讲生而为人，我很抱歉。他说太对了儿子，早该道歉了。其实被我爸认可我非常开心，因为我从小自卑，很想得到上位者的认可。有一次我跟一个大老板吃饭，我自我介绍，我说王总，我就是那个节目里的高寒。不认识高寒，我寻思小四也火。所以为了让王总记住我，我说了一句极度无耻的话，
我说那个我是小四爷 CP。南山寺，哇，不认识小四爷。他说小四爷 CP， 你是小甄嬛呐？说我是甄嬛，那天他一夹菜我就转桌，我给他来个《甄嬛传》啊。最近我特别想得到一个人的认可，这个人的名字叫贾樟柯，啊，他是一个电影导演。然后我在段子里说自己是脱口秀贾樟柯，他发了个微博回应，说看到高寒说自己是脱口秀贾樟柯，向你学习。哎，太得劲儿了！因为贾樟柯是文艺青年的耶路撒冷，哎，你们能理解那种感觉吗？我正在那儿朝圣呢，耶路撒冷自己走过来了，挺热情。这个撒冷不太冷。哎，我知道人家说向你学习，肯定就是客气客气，他不可能把网名改成贾樟柯（括号恩师高寒）。但我觉得被回复就已经特别荣幸了，我就想我一定要好好回复他的回复，万一他一高兴让我演一个角色呢？你们别笑话我啊！我第一反应是回贾樟柯，我爱你，但这样舔的太明显了，我怕舔的太明显，贾樟柯会对我祛魅，所以我必须迂回。我一顿这个字斟句酌，辗转反侧，最后回的是。这老贾樟柯挺懂事儿啊，封他为电影界高寒。我觉得自己太幽默了，哈哈，贾樟柯没搭理我。原来那些忐忑不安只是我一个人的兵荒马乱。我在乎贾樟柯，贾樟柯不在乎我，我俩太不公平。爱和恨都由你操纵，到今天也没回我。虽然贾樟柯没回我，但网友狠狠地回我，评论区说我蠢货、没礼貌疯了，真给我骂难受了。我特别想发条微博说啊，这个是节目组为了炒作故意让我这么发的。但我想想还是算了，因为我想到了我爸发的那条新闻：想死请别拖累他人。我觉得挨骂是我咎由自取，我都接受啊。但有一条评论我真受不了，一个字不差，原话啊。他说高寒就是想学小齐的姿态，但没小齐那么松弛。我真崩溃了，因为我最烦的脱口秀演员就是小齐。因为他真能完全不在乎别人的认可，但那种松弛又很难学。会解2元一次方程就当不了小齐。我不是贬低他，我问他了，我说齐哥，你会解2元一次方程吗？他说不，我不玩2次元。但最尴尬的是，我不说自己是文艺青年吗？当我回贾樟柯那句封他为电影界高寒，电影界的界字儿打错了，太失败。但我觉得舔失败很正常，因为太在乎别人认可的时候，就是会说错话。言多必失，言少那是海天薄言生抽。海天薄言，盐度下降，但鲜度爆表，减盐不减鲜。这次我应该是舔成功了。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我陷入了疯狂的内耗。我就觉得自己这辈子活得太累了，一直在追逐上位者的认可。可上位者的认可真的有价值吗？哎，老师真能看出哪个学生更有前途吗？领导真能看出哪个员工更有能力吗？领校园真的有喜剧审美吗？当然是真的啊，当然是真的。突然我就不在乎贾樟柯的认可了，因为我觉得不管他认不认可，都改变不了我才华横溢这个事实。
真累了，谁我也不在乎了。这个事儿之后，过2天我又跟王总吃饭，桌上还有另一个不认识的老板，王总还是没记住我叫啥名。他说来，那个谁，你站起来，站起来敬李总一杯。我心想我没听错吧？资本家让无产阶级站起来，我站起来不给你掀翻了吗？我没站起来，虽然我没站起来，但我感觉自己终于站起来了。看我没站起来，李总站起来了。李总以为我是李总，李总懵了，他说：“哎，这位是谁呀？”我说：“对呀，我是谁呀？我是我们县有史以来最有名的人，是小四爷 CP。”是脱口秀贾樟柯，但这些都是假的。我真正的身份是我自己。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顿悟的感觉，就不需要任何他人的认可。今日方知我是我。我讲这个段子是为了得到你们的认可啊，因为你们不是他人，是家人。谢谢大家，我是我啊，讲完了。来，投票倒计时。高涵，如果贾樟柯真的找你，你想演他的戏里的什么类型的角色啊？4个角色我就演，我不挑。那你回他的时候，你就直接说下一个电影给个角色，不也挺好的吗？我怕这个网友们觉得我痴心妄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种感觉。就是你也想的，你确实是个想的特别多的人，是吧？啊，对对，那也比回那个电影界高涵要强多了，对不对？就想幽默一下。我从所有方里找到一个回的最差的方案回来了。那你现在醒来，你还会看一下贾樟柯有没有回你吗？他一直在关注，一直在刷。不会，我已经对贾樟柯失望了。我特别喜欢他，尤其是来了我们这录之后更喜欢他。对，感谢。就感觉高涵的他段子可以反复的品，都会有不同的味道品出来，而且他处理这个角度太厉害了，因为我认为他自己凹的那个文艺青年那个人设，其实如果要说出来的话，其实会很容易讨人厌的，就会觉得哎，说出来可能就会觉得很装啊，或怎么样啊。但是高涵他就是用他的自己那个技术，可以说的让我就愿意听，而且我还能笑出来。所以就是我想说，就是你要做自己呀，对你前面就是不要舔，对吧？不要害怕。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最懂脱口秀的，真的就是大众点评。我有个疑问啊，你去什么王总、李总局？为什么？你为什么会去那么一个局啊？哦，我这个当然王总、李总是那种就是虚构的，但是我是每次跟大人物不光吃饭，只要面对，现在面对你们，我也有这种就是患得患失的感觉。我怕我说错一句话，你们就不喜欢我了。本身也没什么喜欢的，然后那我不怕了。哎，可是你本身就是一副我说你们爱怎么着，我才不在乎你们呢。但是他又说出来说我特别喜欢，所以你每天在挣扎这个来回来去的这个劲儿哈。对，我第一回见着大人物，我之前我第一回碰见谁，崔健先生啊，那是在我心目中是非常大的人物，我做过非常冒失的事儿，就是因为哇塞这个事儿。然后当时那个我们在楼道里头玩枕头大战，玩什么？你们在楼道里面玩枕头大战？小时候不懂，然后就那一直在枕头大战，然后我在一个地儿躲着，然后呢，我本来我们乐队的那个人就要这么过来了，我就要拍他了，你知道吧？啊！然后我数着1、2、3，我刚要拍，崔健出来了啊！哇！我说4、5、6、7，然后呢？就是这样，然后我第一课见到崔健就是这么见着的，然后人家跟我说这帮孩子怎么还这么晚还在闹，然后就是这样，然后我觉得就是很冒失，我跟高涵都有这种，然后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你刚才模仿崔健老师说话更冒失，孩子你这是什么了？然后老师说你们一帮人在这闹，我走我的身旁，我独自走我你身旁。那崔健老师招你们俩了吗？这儿，我只想说，当时就是那种冒失的感觉。我当时真的是第一回见着崔健，是这么着见着崔健的，哇，就是这种感觉。哎，我也有问题。那现在大张伟老师，你跟崔健老师谁的人物更大？哦哟，
有些事情我肯定比不上崔健老师，有些啊，对，比如说年龄。然后呢，但是崔健老师还是真正非常喜欢的。现在快递不到老崔健嘛，是不是？然后呢，但是有这种那个就是共同感受，谢谢啊，谢谢。我其实特别理解高寒所说的，就是网友概括就是又卑又亢的状态，就是有时候想夸别人，又觉得夸出来太肉麻了，就只好讽刺一下。我不怕肉麻，你可以尽情的夸我。然后有时候你想，你真心实意的夸，在别人心里听又觉得，哎，是不是有点讽刺？就是。但我还是很开心听到你这个段子，就是我能感觉到你非常想赢。是。你这个段子具备了校友团成员的全部功能，就是出现在选手段子的第3番儿，就是以身入局，解决选手难于写作的问题。就是你有一些技巧了，然后这个感觉也描述得很准确了，是一篇完整的稿子，还是挺好的。谢谢。我觉得这是高寒我印象当中第一次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的在意，因为他以前都是展示自己的不在意，在我看来展示就承认在意其实是很难的。刚刚那一篇内容非常的真实，因为他从粽子到贾樟柯的回复到高寒的回复的过程，我在网上看到了。他讲的那个回复，他回复贾樟柯是他最初的一版，他后来修改了一版。对。所以整个他的心路历程是完全真实的。对。高寒的创作能力非常强，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能够抓住当下一个，其实对自己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心的挣扎跟变化，所以是很真实也很真诚的一篇。对。来，掌声送给高寒。这篇你讲贾樟柯，那如果他看到了你讲这段，你有什么话想对他说？那我爱你。为什么？他比较独立，比较年轻，比较自由。我叫高寒，今年25，没交社保。还有啥来着？我会用3个词形容我自己。第一个词是懒惰，睡吧。第2个词是幼稚，第3个词是爱慕虚荣。那身边人对你的评价是什么呢？我觉得高寒是一个文艺青年，他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他一直在那边一个人读书的那种。其实我从根上说，我没怎么看过书，我那个算把书翻完了，我觉得也不算看。我这个人非常不敏感，我是一个神经大条，我很多都意识不到。我段子都是瞎编的，但我编是有依据的，因为我觉得虚构比这个现实的情况更接近真相，所以我选择虚构。不会，我觉得故意刺激自己表达欲很蠢，没有表达欲就是没有表达欲。我不乐意提这些真实情况，我就不乐意跟别人交换情绪啥，不管是高兴还是快乐，我自己都能那啥，过得太幸福了。这篇稿子我写完，它已经不是我的了，我完成了一半，让观众完成另一半。我小时候梦想挺多，我有时候想成为这个谋士，有一段时间想成为剑客，有时候想隐居。我小时候比现在更骄傲一点。我就感觉自己一直没变样，好像是又是变样，啊，就我的记忆会骗自己。现在就是过得高兴就行了。脱口秀演员经常这样，就是自己讲着讲着就真成了自己搞的里弄。我是我们县有史以来最有名的人，但这些都是假的。我真正的身份是我自己。铁锅炖棒棒糖要拍出来的这位选手，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初来乍到，但是一直在给这个节目带来满满的元气。掌声欢迎封欣彤。大家好，我叫封欣彤，然后我最近刚刚高中毕业了，我就很好奇我的未来会是什么样，所以我就写了接下来这首歌，作为我给未来自己的一封信。接下来请欣赏这首歌，叫《封欣彤的一生》。
该22岁了吧？大学应该顺利毕业了吧？你最好是，你找到你热爱的工作了吗？舍得买腾讯视频的会员了吗？要是找不到，薪资可以放低，1个月2-3万也可以。我问小齐这样的工作在哪里，他说应该是在高科技的园区。风心彤，你应该26岁了吧？应该事业有成了吧？你已经正式成为王冕的助理了吧？大学真没有白读啊！或者也许你成为了宇航员，为人类做贡献。你见到马斯克，记得问问他，微信开屏界面的小人到底是不是他？汪心彤，你已经30岁了吧？是否有了一个爱你的他？你们住在一起，相互陪伴。我猜他的品种是边牧吧。风心彤，等你到了35，没有一个吃软饭的老公吧。如果真的有，一定要记得2口子的钱不能放一块儿花。一块儿花。风心彤，你应该46岁了吧？长得有点像瑞瑞了吧？哇！你的儿女终于考上大学了吧？你现在终于可以自由了吧？风心彤，等你到了50多，应该赚了不少钱了吧？你应该可以随便吃冰淇淋啦，因为反正你已经绝经啦。风心彤，你今年已经60了，你还在追拖油吗？应该已经第45季了吧？块儿哥还在被淘汰吗？哦不，那时候他估计已经在家养老了吧？你应该也已经退休了吧？如果你能顺利找到工作的话。风心彤，你今年已经70了，还会经常和老同学聚餐吗？很好奇，饭桌上你们会点啥？开始喝某白金了吗？退休后的生活好玩吗？你应该在上老年大学吧？有没有找到一个新老伴儿，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校园恋爱呀？风心彤，你今年已经83，还拿得动吉他吗？但我相信儿女肯定对你很好，因为你的退休金肯定很高。你要记得每天的早高峰时段，不要出门去抢免费的鸡蛋，把公交车的座位留给年轻人，因为你的退休金都是他们在交。风心彤，你今年已经100岁，苹果还咬得动吗？他们给你的贡品只有苹果吗？我明明说要冰淇淋的呀！我把我的人生讲给我的导演，他说我怎么想的那么远。我问他的人生规划是什么，他说他今晚要吃大份的牛肉饭。我又问明天，他说他明天不一定吃得上饭。他说越长大越不敢看得远，我说原来越长大越近视眼。他说你还小，总幻想。我说啊，原来长大了就不幻想。那你是真的
要嫁给张凌赫了吗？谢谢，谢谢大家。来，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风心彤，谢谢风心彤。高中毕业以后，整个的暑假都在这个节目里，对吧？风心彤，哇，多好的经历啊！对，差不多吧，差不多。感受是什么？感受就是很开心啊，见到了我的偶像。韶光老师啊。对对那肯定的，韶光老师是，因为之前您喜欢王冕，然后来到这个舞台上，之前预测是比几回？比个2回、3回。1回，1回，本来预测比1回，其实。对，因为坦诚一点，肯定，我觉得肯定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后来就是特别的优秀，然后大家越来越喜欢，然后现在进到现在了，等于这些歌都是每回要现写。对。因为周深之前跟我这儿聊，因为我们每回看见演出，周深都感觉就是说音乐脱口秀好难呀，是吧？我真的觉得很难，我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很难。因为也许你现在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它不是因为厉害才开始的，是因为开始才厉害的。因为这个东西。往往想到音乐脱口秀那么难，好多人都不敢开始了。是的，他就在这头开始，还越变越厉害。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因为他唱未来的时候，感觉真的是我现在对我的未来就是未来可期，也是未来可期，但是我的未来可期就是保持呼吸，人家的未来可期是哼哼哈嘿，那不一样，对不对？就是特别有动静，太棒了，风心彤每次都能找到一个很巧妙的结构和线索，把这首歌串下来嘛。但我觉得好像一直有一个结构，就是这一段是多少岁，那一段是多少岁，也有一点限制。然后我觉得，如果想象很远的未来对你来说很难的话，可能也可以想象一些近的未来。可以。对，大学的话，可能对你来说，对观众来说接受起来也更容易一些，然后感觉符合你的年龄段一些。对。而且唱完大学还可以又砸小七一下，因为他没去过，所以类似的这样都可以写啊。对，而且以4年为单位的话，你可以再出25首歌吧，大概就是。我曾经翻译过一本很薄的书，那是正好是跟他完全相反。他写一个女人在她去世的那一刻回望自己的一生。我看过。但是你要回望就完全成立，因为所有的你都发生过、经历过。但是你要往前看的话，就纯靠想象。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结构特别好，等到上网的时候你能看到。所以在2次传播的时候，也许会有更好的一些反响。你要相信自己的选择。所以风心彤给这个舞台带来的，就像刚才介绍他出场的时候的那句话：初来乍到，但是永远让人觉得元气满满。再次把掌声送给元气满满的风心彤。觉得很幸运可以来比赛。第一次去音乐开放麦的时候，没想到让这么多人看到我的表演，就还真的很开心。真的很喜欢脱口秀，然后觉得它特别有魅力。我想收藏它的所有东西。不敢相信，没有脱口秀，我的生活是多么的绝望。尤其是音乐脱口秀，它可能也意味着陪我成长的一个阶段。到我去不了的地方。我从很小就喜欢看嘛，然后现在我又能尝试做这个事儿，就感觉是这个夏天最开心的事情。文艺男子回到台上，来看一下高寒、风心彤他们分别的票数以及2支团队的总票数。181可以。来，掌声送给高寒和风心彤。马上要上场的是3季男孩中当之无愧的浮夸男孩，掌声欢迎季烨。季烨。大家好，我是季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感谢。脱口秀我都觉得没什么人看了，
真的，当然有我们自己的原因啊，不是怪你们，不是怪你们。哎，就这，每年老板还说呢，要把脱口秀的蛋糕做大。现在这蛋糕一点奶油都没有，脱口秀算面包，没人爱吃面包，大家最多在短视频上尝一下面包的切片。我们今年还搞了一堆的真人秀，你们看了吗？没有，太好了。因为他借鉴了很多其他的节目，先导片借鉴了恋综，让我们2人一组互选搭档，就是让我们 cos 蓝牙耳机配对，配对完成还要玩默契的小游戏。我当时在现场真害怕了，我说一会儿不会还要找鞋吧？就是，真的就我们这样还组战队，哎，我是小四爷的 CP， 哎呀。是我，真是又硬又难消化。你让观众看了这是什么面包？全麦面包。但节目播完我挺难受的。我3、5天前刷到一个帖子，标题原来季业才29岁，一直以为他40了。我天塌了，我96年的。我生日还什么？我生日还没过呢，我不是那种青春洋溢的年下男脱口秀演员吗？我不是。40，没有人问过我，网友直接给我判了，就感觉他们说44是事实，季业40是事实。确实怪我，没跟你们提过我自己的年龄。我以为我跟观众之间是有默契的。我看了一下评论区，他们都因我吵起来了。评论区有2种声音：质疑的，难道不是吗？也有肯定的，保养的真好。我说我去年刚当上爸爸呀，啊，老来得子是不是？真给我整焦虑了。都怪节目找这么一堆年轻的帅哥，干嘛呀？令人心动的 Joker， 我是真嫉妒呀！我甚至想举报帅哥，我举报他们祸乱后宫，罪不容诛。我是坚决抵制脱口秀饭圈啊，因为饭圈没有我的饭。说实话，以前节目也有帅哥，我一点不焦虑的，现在不行了。因为今年丑的演员他不来了的。但朋友们，我发现我真的站在台上，我发现我跟帅哥根本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今年我跟一个叫小武的演员 PK， 我知道肯定有人觉得他不帅啊。我没跟你们互动啊，没跟你们互动。不能插话。我希望有人觉得嘛，但他的帅那是我的衬托，朋友们，你把他的脸放到选秀节目上，普通中的普通；你把我的脸放到选秀节目上，焦点中的焦点。观众说资本的丑儿啊！哎，朋友们，我跟他比赛的时候，赛前我想法特别单纯，我要炸死他，我炸他接不住。你叫小武，对不起，我是 C4。但结果你们也知道了，他接住了，一上台就接住了，段子还没讲接住了，微微一笑接住了。他每次上台他还很松弛，小武每次上台就穿个卫衣，因为服装老师会跟他说，我们选的都是你平时会穿的。每次跟我怎么说，季业这件衣服你绝对没穿过。我嫉妒帅哥身上的松弛，他讲段子的时候麦克风离这么远，不尊重演出啊。那观众能听清吗？能，观众会仔细听。他松弛到甚至在台上忘词2次，忘词的时候我的内心甚至传来了恶魔的低语，要淘汰喽。对不起，对不起，有点过了啊。最后他高票晋级，
恶魔还在低语，说等播出吧。忘词儿观众肯定骂你，面对疾风吧。没有，大家很喜欢他。疾风没来，春风来了。当时领券员问他为什么不开提词器呢？他说我想看清观众们的脸。现场跟你们一个反应，我跟你说，而且这话你琢磨，他只能帅哥说。我说我想看清你们的脸，观众说把口罩戴上吧啊。我是为了抓住观众，我演出的声音都很大的，特别大。有次线下演出，我亲耳听到现场导演对着对讲机说：“下一个季夜，音响调低40%。”又是40，我恨40啊！我需要声音大，我梗还得写得密，我没安全感，我怕你们走神儿，想他。可以了，我听到后半段欢呼不是给我的啊。很难不想他，因为他人还善良。前几天上海暴雨，我打不到车，小五说我骑电动车送你到地铁口。我说你要干嘛呀？你能坏一点？你能抽我2巴掌吗？我求你了，你这么善良，我怎么恨你呀？我更恨我自己呀！哎呀，我知道我嫉妒的就是因为我没有。谁不想通过好看的外表获得关注啊？那《西游记》81难，起码有40难都是因为唐僧好看。唐僧要长我这样，经书半个月就取回来了，畅通无阻啊！盘丝洞按兵不动，女儿国闭关锁国，唐僧肉发烂发臭啊！我得求着妖怪吃我，我说求你了，吃一口嘛，吃一口，吃一口，吃一口。妖怪说算了啊，不吃糖油混合物啊。大朋友们，这是我的小巧思，我先说自己丑，然后让观众心生怜悯，进而发出没有还其实挺帅的感叹啊。看来失败了啊。OK。别人也说过，说那你就别嫉妒小五了，说他不仅帅，段子也很好啊。我不知道吗？我知道啊，我需要的不是真相，朋友们，是偏袒呐。我得自己站在自己这边啊。我就最烦那些人说你不要嫉妒，要平常心。朋友们，平常人的心才是平常心，嫉妒心就是平常心。所以我要大方的说出我的嫉妒。嫉妒挺好，它不害人，你知道吗？嫉妒反而是对别人最大的认可。我在这么生死攸关的比赛里，夸了一篇小五的长相和段子。他得爽死啊！写一半我自己都怀疑，我说我写这个到底是为了名利还是为了安利呀，还是为了？但我觉得是嫉妒让我知道我到底在意什么，想要什么。我想成为更好的自己。等比赛结束，我就去减肥健身，矫正牙齿和驼背。我觉得嫉妒别人才能改变自己，妒人才能妒己。朋友们，所以改变何尝不是一种自信？嫉妒何尝不是一种上进？继业何尝不是一种帅哥呢？就是啊。开玩笑，我现在还不是，但大家给我一点时间爆改。等明年比赛，我会挺直腰杆，仪表堂堂。别人带的是他们的段子稿子，而我将带着我的高贵和优雅。到时候我就不是嫉妒的继业，请叫我嫉妒山伯爵。谢谢大家，一会儿见。来，各位，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投票时间，为疯了的继业投出宝贵的一票。来，哇塞，你这个人背影这么帅吗？对呀，要这么帅吗？好伟岸呢，好帅啊！来，抓紧倒计时。
以最快的速度倒计时，不用倒计时了，结束了。哇！小武，听后感。这个确实接不住。其实从表演或者说本子来讲，基业这篇我也在线下看过，效果都一直非常好。然后也感谢基业能在这么关键的比赛上面写半篇我吧，非常好。谢谢。布姐，哎，评价一下这段表演吧。基业是吧？基业是吧？不认识啊，不认识啊。说你谁呀？不认识吗？但是。我以为评价小武呢，因为我全程在看小武的反应，不知道为什么。哎，这样评价一下刚才小武的这段发言。真诚可爱，基业加油！谢谢。加油！来，我们先听鸟鸟的。我觉得这一篇有一部分靠基业非常纯熟的技巧，还有不断的往上翻梗也很密，还有一部分靠小武的观众缘儿。对，就是只要听到你夸小武，观众就开心。哦，原来啊，真是这样啊！真是这样，我早知道不写这篇了。还有时候就是这样，就好看的人不仅好看，业务能力还强。对，是这样。然后性格也很好。可以了，娘娘。然后。咱们认识很长时间了，娘娘。那有一些演员就是努力写段子，只能吸引到垂泪的观众。有垂泪的观众已经是我的满足了啊！是，其实大家都是这样的，加油加油！好。哇，基业加油！谢谢周深老师。没有，但是基业他是个有趣的人，而且我觉得有趣的力量真的太厉害了。就你有趣起来啊，你可以骂同事、骂领导、骂公司，连嫉妒别人都可以这么有意思。而且基业是个很真诚、有趣的人嘛，所以喜欢看他的脱口秀。谢谢周深老师。我太盼着说明年基业腰板挺直了，把整个的脸给弄一弄什么？他说真的假的呀？我其实会觉得，因为我有了孩子，我也想给孩子一个年轻的那种面貌。我上次跟小武打篮球，我打了5分钟，我就在那儿已经喘了。然后我会觉得说，得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不光是给说是我其实没有要雄竞，我是不想被别人说老来得子啊。然后我想给孩子一个好的面貌，我们能一块玩，一块去啊，运动啊，游泳啊什么的，还真想做一下，我觉得这个好的契机。我真的认为好看这件事完全被高估了，然后大家完全是中这个套，然后只是为了不断花钱而已。但是能够培养自个儿真的变成一个可爱的人，能够碰见所有的事儿都能像周深说的，变成一种特别好玩的角度去化解它。哇塞，这能力花钱买不着啊！您是最厉害的，特别棒啊！非常可爱和有劲儿的一场表演。哎。谢谢老师。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幽默真的是一个最大的帅，真的很厉害，真的。你就会觉得基业每次站在台上，从一开始到最后，如果旁边有一个那个像温度计，像一个数值，你看那个帅的那个值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哎呦，这话我能活5年，这话我能就是。你没听到大老师补充的信息啊？刚鲁豫老师说那个帅的值会一直升高，一直升高。大老师在那说，这他起点得有多低啊？从地底钻出来的。而且基业的创作能力非常强，因为所有的小红书，任何人讲到小武，基业一定在最短时间之内出现在评论区第1行。对，他跟罗伯特一模一样，这哪儿都有他。真的，所以他能够在这么短时间之内，把当下一个非常关注的一个小点。讲了这么一篇有意思的，我觉得很棒，基业。谢谢老师。基业，我希望你明年摇身一变，直接变成嫉妒山伯爵，然后答应我，以后去健身房就在大众点评打卡，记录你的每一次努力，让我们见证你的精彩时刻。大家也可以在大众点评上搜索季业，去看看季业的变帅来时路。加油！感谢，特别棒的一段表演。来，再次掌声送给季业。幽默的力量。这个好厉害。记住，其实主要是来自于比较，就是你这3年的努力，真是不如他上台一个非常切偶的微笑，感觉其实他是这个场子的主人，我才是这个场子的局外人的那种感觉。
但我把嫉妒袒露出来了以后，就稀释这个情绪，我觉得就很快乐，大家都挺舒服，大家都开心，所以我要大方的说出我的嫉妒。就松了他，这劲儿太好了，真的强，这是纯靠写法写起来，太干净了这段子。过了啊！其实基业这个年纪，其实跟小我他爸也差不多。基业才29啊，他得是长得比我爸大。慢慢的我才意识到，其实有人喜欢你已经很不错了，你要珍惜那些喜欢。谢谢老师。大家其实非常喜欢基业的。如果你们两个互相变成对方，然后生活一天，你们会干一些什么事儿？打篮球，我会打篮球。他打篮球打得挺好，而且他其实技术没有那么好，但是很好战。我每次进了一个球之后，我就挺不住，我就已经趴那儿了。他一直站，所以我会打球，会一切来暴力摧残自己的身体，感觉就是又回到年轻的时候。我要是基业的话，我想和王浩翔相处一天。哎，王浩翔老可爱了，老好玩。去感受一下当爸爸是什么样的角色，然后还有机会换回来。因为咱们的 PK 是抽签抽的，没有想到这些戏剧效果。对，我觉得非常好，我们互相成就。缪斯，美女我写不了这个呀，美女我现在这轮应该不知道讲啥呢。请叫我嫉妒山伯爵。一个梗，2个梗，梗太少了怎么办呢？梗不在少，而是在好，就不能又多又好，直接写出爆梗吗？我倒是知道有个人可能帮到你。谁呀？当然是茄皇了。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每桶都有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果真是汤底浓郁，酸甜鲜美。吃饱喝足了，灵感自然就来了。酸甜鲜美，吃个够，好梗自然不用愁。你看，梗不就来了吗？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铁锅炖棒棒糖派出的下一位选手，在蔫蔫的表演风格的背后，藏着的是非常坚定的声音。掌声欢迎史岩。大家好，我叫史岩。王继业已经疯了，心态明显崩了，给我都给看懵了。我说这猪八戒要扮演唐僧了。太传统了。行吧，接下来我也要出征了。讲这个脱口秀好几年了，收获了不少误解。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理解我的内容的。我之前吧讲过一个我想处对象的段子，当时吧是想表达一些这个中年女人内心的欲望，当时是这么想的。但是你讲完之后，你都不知道你鼓励着谁了呀。有个大哥今年62了，黑龙江双鸭山的，地名还不让提，白龙江丹崖山的。他说老妹儿想处对象啊，我有社保。我说给我干哪儿来了？啊，给我干黄昏恋这赛道来了。我说我黄昏恋呐，我黄昏恋那都属于早恋了。早恋不好吧？早恋请家长，他都不一定有了。另外的话，你传出去对我影响也不好啊。你说我跟他亲个嘴儿，那我都属于啃老了。我说哪儿来这些大哥呀？啊，人家别人都有那私生饭啥的，我这全是私生爹呀。对我进行一些这个服从性测试，不止一个大哥跟我说，他说史岩能不能把你那颗虎牙给我？
我这项链现在就差一个吊坠儿。我说我以前没发现自己是个宝贝儿呢。之前吧想的挺好，说上完节目是吧，就挣俩钱给这口破牙收拾收拾。现在想明白了，我说我不整了，我怕整完之后跟这帮大哥走散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守着一口破牙就可以取悦男性了。不敢笑吧，取悦男性。给你们解释一下，这个创作手法属于反讽。脱口秀10年了，大伙儿就记住一个 callback。反讽不明白。展示一下正讽，正讽的话你得这么说，就你那狗嘴里头也安不上我这虎牙呀。真的，我有的时候就想，我说我讲点啥呢？你说结婚之后我讲讲，我说我要做自己，完了呢就说我装大女主。我说大女主应该咋装啊？她是应该是这样的吗？就是你得是微小的人物，完了有宏大的叙事，你得受最严重的伤，完了发最耀眼的光。苦难不值得歌颂，但是它不能没有。你得经历狂风暴雨，然后呢呼风唤雨，就是你得在苍茫的大海上看那狂风卷起着乌云，因为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呐，它才能高傲地飞翔。我说海燕呐，咱可长点心吧。你晴天的时候，咱吃点游客的面包也不丢人呢。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就是一个完美的表达者，你只有在狂风暴雨中受最严重的伤，才能呼风唤雨，发最耀眼的光。反正我这些年没有狂风暴雨，也没想过呼风唤雨，但是呢，收获了一些这个风言风语。我现在的处境是啥呢？就是老头子喂我吃米。哎，我是老太太的公敌。你讲点啥吧，他都说我不先进，那能先进吗？主要先进的我有的时候也看不懂。网上说女生要争着进祠堂，我说我咋看不懂了呢？祠堂不让女生进，这不封建迷信吗？封建迷信，你给它取消啊，咋还进去了？不是咋的，先进去祠堂的。这个就叫先进呐，这你就感觉好像在进行一些饥饿营销，就是越不让你进，你就越想进。但是你进去之后干啥呢？打扫香炉，而且它也解决不了饥饿的问题。你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那里头没有啥吃的，就只有几个果盘。果盘这种东西在 KTV 也能吃着啊。真的，我觉得将来有一天，如果我有机会当一次祖宗的话，我就不设这些限制了，啥男的女的都能往里进，都能来。你也别光限制这家人，外人也能进，大家也不用有啥负担，我不用烧纸。真的，你都已经是祖宗了，是吧？咱就干点祖宗应该干的事儿，为子孙后代谋点福利。将来实在对我这个项目感兴趣呢，也可以选择跟我埋在一起，是吧？咱们大家就是有钱一起赚，我这块地就叫史岩和他的朋友们。最后还想跟各位祖宗说两句，就是让他进不让他进的，你这啥事儿整的？把祠堂当总决赛整的吗？这不是。但是我今天说这些也不是说欺负祖宗不会说话，因为这个世界好像历来都是如此，就是声音大的欺负声音小的，所以声音小的也可以欺负一下不会说话的。这个结尾就没有 callback 了，也不用分析是正讽还是反讽。如果说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的话，以后我就小点声，我就这个音量。谢谢大家。
我为你亮灯，亮灯，亮灯。投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史岩。比赛到现在这个阶段，感觉怎么样？感觉挺好的，感觉挺好的，就是我们挺不着调的这几个人，他老说那个一起改稿啥的，其实净扯淡了。我们改了，就是说一些傻话，我记得就是。我觉得史岩姐作为一个饱经风霜的表达者，就是一直都很有态度。但我觉得后半段感觉是更成熟的段子嘛，前面主要是海燕的那一段，我觉得它也属于预期违背，但它更像是演员的预期违背啊，就是因为演员一般那种三段式的段子写多了，就会想啊，那我那么出行不行，就歪着出，但可能对观众来说，他并没有那么熟悉演员的套路，所以你一下反套路，可能又有点听不出来。但那一段因为在前面，所以后面一些有效的段子效果也不如往常那么好了，有点可惜。行吧，我自己挺喜欢的，这个是我们东北喜剧的一部分，也很有特色啊。我非常喜欢这篇的内容，因为它这个内容很好，它的节奏也非常好。但就是我全程，我有一点点不敢笑的感觉。它其实涉及到了一些挺值得去探讨的，有一些尖锐的问题，而且他的人物的形象和他所表达的内容特别的吻合，因为他讲的就是一个声音很小的人，可以去讲那些没有声音的人，他本身就是声音很小的人，所以他的形象和他讲的特别的契合，文本也很完整。那个我们史岩今天说了一个特神奇，因为你这个之所以我们后来一直没乐的原因啊，就有点像算数，因为我们要一直那个你说出这话，我们觉得哦是讽刺，对，是，而且死了算这个话这么说，肯定是因为他要反着说，所以才这么说的。哦，然后要好几层去理解，所以变成了那个笑的没那么轻松，也没那么直接。但是您自个儿喜欢，这就得了，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特别棒。哎，就他们之前说那个悲观什么乐观这些事儿。悲观乐观这些破词儿，不也是咱们自个儿发明的吗？这个世界上也不存在什么悲观乐观，就是你认为这事儿我去完成它，做完了我开心了，结束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表演。我觉得为这份勇敢，我要拍这个灯，了不起啊！谢谢。对我也是一样的感觉，因为就是表达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如果就是你不表达呢，它永远就不会被听到嘛。就哪怕你的音量可能小小的开始，再到后面，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有勇气。我最喜欢他的点是在于他最后说那个感觉有一种，就算你大声说了，争什么呢？咱就是那种感觉，是不是？在这个舞台完成了自己想要的表演，掌声再次送给史岩。季业回到台上，来看一下季业和史岩他们分别得到的票数是。袁小姐200，落咱100多票了啊！掌声送给二位。季业今天最高票。送给二位，请二位回到各自的战队。就是说，有一些传统它是重复了1000遍的错误，有一些看起来是牢笼的东西，不是说别人进去了，然后我们就一定要进去。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我觉得史岩姐一直都是一个看上去很文静，但实际上非常有态度的演员。可能她知道有一些话题并不是很好处理，但是她还是选择讲了。封建迷信，你给它取消啊，咋还进去了？我不是否认家庭主妇的劳动价值，打个呼噜上这高价值。脱口秀完了，脱口秀。其实脱口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鱼饵。我这个鱼，我必须得咬这个钩，要不我活不起了。就是我明明知道它会伤害你。你要吃那个饵，就得吃那个钩。对，我就是那个鱼，我心甘情愿地咬这个钩。但是我想说，就是当这个鱼咬上这个钩，它抬竿的时候，它是你被看见的时候。哦，
但是你的命运其实在抬杆的那个人手里，他可以选择把你握在手里，也可以把你放生。我希望你每次咬钩都义无反顾。你是真不顾我的死活呀！反正我希望你每次咬钩义无反顾而不受伤害。真希望世界上能有一个就是那种耳做的钩。耳做的钩啊！水中有朵耳做的钩，一个耳做的耳。这个是写完节育环那个段子之后，然后自己的小作文。他总是把骄傲和沮丧同时交给我，前一秒他让我以为自己勇敢，后一秒让我感到自己的勇敢无用。可是喜剧演员总是在被掌声环抱时义无反顾地爱上这个艺术。最后的最后，如果喜剧演员有入职一事，一定绕不过那个问题：如果你的表达被误解，你还愿意继续做喜剧吗？我愿意。隔壁那谁是不是把我的宵夜偷了？他没偷，他没偷 ，tomato 番茄。那阳光番茄呢 ？Sun shine tomato 被做成茄皇了，因为每桶茄皇里都有约一颗阳光番茄。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茄皇的汤底果然酸甜浓郁。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为啥脱口秀演员这么爱吃茄皇？因为番茄有梗。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马上要出场的3季男孩里的最后一个男孩，掌声欢迎贾浩。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浩，感谢。半决赛了，我决定要跟大家可以掏心窝子聊一聊。我最近一次被扎心，是朋友说我这一身穿搭是精致土。我最近一次被扎心是朋友说我精致土，还有观众笑我啊。哎，精致和土这个词是反义词，能这么组合着用吗？哎，你说话要么难听，要么好听，你这样好难听。有的朋友可能觉得精致土没有什么，那我要说你努力穷呢？哎，我现在这个精致土也是我努力得来的结果。我当时刚开始北漂的时候，那个是纯土。我是花了8年的时间努力挣钱，努力收拾自己，终于让自己到达了北京的普通穿搭水平，然后搬来了上海。南方还是比北方潮啊。关键去年我还讲了一个段子，说来了上海有朋友笑话我的口音，说我一张嘴就把奢侈品喊出了路边摊的感觉。我当时其实只是说了一句我想买个香奈儿，他就有点洗脑嘛，就香奈儿就有点洗脑。但是节目播完以后马上就有一个香奈儿的商务找了胡豆豆。可能有的朋友不太认识胡豆豆，介绍一下，后面段子都没有问题了。也是个脱口秀演员，挺有名气的。他的标签就是什么精致、穿搭、1.68米啊，就后面都听得懂了。哎，我生气的点在于我本来不知道这个事情，是豆豆的商务帖子下面一群网友艾特我，点赞最高的评论是说可不可以让贾浩过来喊句香奈儿。最伤我的是说贾浩这个口音和气质最多带一个平价快餐品牌，我不太方便说这个品牌名字，怕大家猜出来，我就叫它某香鸡啊。我觉得这个品牌很好，我的点在于方言是我心里的软肋，不想拿它去挣这个钱，但我后来上网无意间得知某香鸡当初请代言人花了1000多万。我看完我真的某香鸡。我最爱吃某香鸡，我甚至想起来我出生第一顿吃的就是某香鸡。
哎，你们知道这个段子最有意思的点是啥吗？是我半年前写的，当时只在线下演了3次，某相机就找过来了。让我这个段子别讲了啊！开玩笑，他们给我寄了2000的某相机的充值卡，不少了，对吧？但我没有想好要不要收，大家能够理解那个逻辑吗？因为我一旦收了这个卡，我就彻底告别了香奈儿。因为没有人同时代言过某相机和香奈儿。没有哪个明星的海报会同时出现在商场1层和负1层美食广场。但我转念一想，以前没有，那是因为以前娱乐圈没有又精致又土的人。内娱，你的土来了。我真的期待有一天，如果能促成这2个品牌梦幻联动，出一个联名款什么的，对吧？老香奈儿。当然，我觉得这个故事里边最可爱的是咱们脱口秀的观众，你们太热情了，没有你们艾特我去看，我都不知道我兄弟豆豆混得这么好。你们知不知道，其实网上90%以上骂我的帖子，我本来是不知道的，全靠喜欢我的观众提醒我去看呢。你们还会统一在下面加句浩哥别看是恶评。我甚至问过公司的商务同事，我说为什么这种高端的活动会请胡豆豆？同事说的有点内幕，分享给大家，他可能是豆豆的段子里经常夹杂英语啊什么的，就显得整个人气质比较洋气。我听完我真的 well。我以后段子里就夹杂英语了啊！我承认我是有点眼红，我应该眼红，因为豆豆确实比我好一点对吧？我眼红，你要实力差距的太大，我真的眼红不起来的。所以我真的想不通为什么季业会嫉妒小五。我为什么这么说？实力差的太大，你眼红不起来？因为香奈那个活动还邀请了井柏然。你看我全程没有酸井柏然，对吧？因为我觉得邀请井柏然很 make sense 啊。谁还不会了啊？谁还不会了啊？邀请井柏然很 make sense， 邀请胡豆豆真的 ridiculous 啊！我以为这么吐槽一下、消解一下就算了，结果前段时间知道豆豆的专场算你厉害。居然还有高端护肤品牌 Fresh 的赞助，哇！我是怎么知道的？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以前看《三国演义》，看周瑜被诸葛亮气3次就气死了，我真的觉得周瑜心理素质不行。我现在只会觉得老子就差1次了。说实在的，我讲这段还是有点担心，我担心播出的时候有很多新观众不认识豆豆，就很难带入。毕竟他太久没有上节目，没有什么热度，而且从来没有进过决赛。谢谢。哎，我就是担心嘛。你们要是也有同样的担心，我们就是同担啊。我太想找个同担了解我的感受了，我就真的去找了张俊子。我说俊子，你看你又留学又帅，我真的想不通为什么香奈儿不找你呀？哎，大家懂我吗？我不是真的希望香奈儿找他啊，我只希望有个人跟我们一起吐槽一下豆豆。结果吐槽了半天，别人张俊都没有接话。我说你接话呀，他说我没有办法接话，我刚接了个卡地亚。Triple kill。我心里想 well。既然咱们接不了奢侈品的商务，咱们就努力挣钱，自己买奢侈品，当奢侈品的甲方。我真的鼓起勇气去了家奢侈品门店，去之前我挺露怯的，毕竟他们品牌的同事说我完全不搭。结果去到线下门店，导购员说我和每个产品都很搭。那一刻我完全去魅了，他还让我配货，我说我不配。那天我什么都没买，第一，我觉得他们双标，我去魅了；第二，我不希望他们拿我的钱去请胡豆豆。朋友们，我当然知道眼红不好，同时我当然知道有多大屁股穿多大裤衩。我经纪人说你这么说话一辈子接不了奢侈品。我说有没有可能我这句话就是为 C 某 K 量身定制的？
他说别人 C 某 K 的理念是 be good, be bad, just be yourself。我说翻译过来就是有多大屁股穿多大裤衩。我承认我这句话有点土，但脱口秀演员不就应该接地气吗？我现在彻底悟了，朋友们，在咱们人生里边有很多时刻，其实拥抱不到高高在上的香奈儿，不如转身拥抱一直陪伴在身边的某香鸡。大家应该听出来了，我收了那个卡，然后分给了我的几位队友。说实在的，你看我们这4个队友，哪一个不土？里边真的只有高寒人最好，过来安慰我说：“浩哥，你38岁了，能收拾成这个样子，你不是精致土，你是半截身子入土。”我真的在半截身子入土的年纪，跟你们几个土到一起，是我的荣幸。我想对 Seven 说，我觉得世界会越来越好的。我想对高寒说，我觉得贾玲会找你的，赵烨你会找到另一个他的，季烨你真的才29岁吗？但我觉得咱们哥5个土到一起，就是聚是一堆土，有可能土着土着，上面就能开出5朵小花。谢谢大家，我们是3。哦，张师投完票了，我赶紧说一下。首先非常感谢豆豆和张俊能够出现，就我在段子里提他们。豆豆的专场算你厉害，真的很好，大家多去看好吧啊。张俊的话，因为他接了卡地亚了，我就没什么夸的了啊。多找他啊。我的问题就是，你们组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在嫉妒别人呢？还是指名点姓的嫉妒？哎，我们名字就叫3季男孩啊。以后请叫我季浩。我觉得就是贾浩真的是很棒。其实就是说，如果想洋气的话，我给贾浩一个建议，可以像我一样，名字面前加一个大字儿，大贾浩。这样他打招呼就说大贾浩，大家好，我是大贾浩。这显得非常的洋气。大家好，我是大家好。因为贾浩前几回星光熠熠的，是不是？穿这个衣服还慢慢好多那些钻，我还说真的好像明星那种感觉。这一次是为了这个段子特地。我这一轮讲精致土，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收拾一下。这个方面我请教了 Seven 和季烨怎么穿搭啊。这个丝巾是小巧丝啊，丝巾啊，哪有个有丝巾的啊？哇，大众点评15块钱买的啊。对。哎，那贾浩，你想接到什么样的商务，你就感觉此生无憾了？没有，我觉得其实这没所谓。现在，哎，我真的认真的说，我觉得这一季我其实讲了一些以前自己不敢讲的东西，像我上一轮讲我38岁，我以前不想面对这个年纪，然后包括巴黎留学被骗，我也不想讲这个，包括以前有人说我精致土，我其实最开始心里肯定是不开心的，但我觉得你要面对这些东西，你敢讲这个，我觉得这一季多讲一些这些。对呀。因为那些都是过去啊，现在你已经走到比过去要再往前的地儿了。而且贾浩每回讲的都不是精致不精致，我觉得贾浩在我心目中讲笑话非常精确这件事儿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我能听见很多别的脱口演员，大家都会猜我说完这个笑话，我先试试吧，这笑话能不能中？但是在我心目中，贾浩尤其在这个舞台上，精确率我觉得高达99%以上，就是每个笑话他说完之后，那一定是炸的。然后我也好奇，就是你进那个就是奢侈品店的时候，你自己心理活动是啥？是真的就是单纯不想帮豆豆增加他的 KPI， 还是？没有，说实在很露怯。我进奢侈品店，我很怕导购员向我走过来，我不希望他走过来，他一张嘴，我不知道怎么回，因为那些价格又没有我不好意思这个样子去看，我眼睛又不好，所以我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很露怯的状态。哦，那你走开不就完了吗？他走过来，你往这边走啊，然后他一直追着你，先生，我不偷东西啊。就现在有点慢慢认清自己的气质了，就不是那一挂的。贾浩是一如既往的稳和炸，其实稳和炸它是对立的，但是如果是文本好的话，他必然会炸；如果哪怕文本会弱的话，他靠自己表演气场也能让他炸出来。然后我会觉得贾浩挺帅的，继业之后，我依然觉得你也很帅。
不要跟我和他一起比嘛。来，再次掌声送给贾浩。去沙场吧，齐哥，场子很好，去沙场吧，玩吧。双团之战，最后一位选手，这位朋友呢，虽然在校的时间不长，但是每一段学习经历都有很多事情要拿来分享。掌声欢迎小齐。小齐，嗨，各位好，我是小齐。谢谢你们，朋友们，我现在是彻底放松了。我算了一下这个票数啊，我们组要想赢，真得拿7500票。这个赛制没有刺痛我，朋友们，但真正刺痛我是贾浩说他土。我没说话呢吗？啊，说接不到那个奢侈品的商务，朋友们，我没扒瞎啊，我从开始到现在只有2个商务，一个小额贷，一个电动车。太符合我的中专气质了，就感觉我的工作就是天天骑着电动车发小额贷的传单。我感觉最近讲太多中专了，我感觉我已经把中专安利出去了。现在网上甚至有人跟我说感觉还是你们中专好啊，能学到真东西。朋友们误会啊，我也学不到东西，我也是就是积累一个圈层人脉。我的中专跟 MBA 是一样的，对，不过我的生意往来是快来有个日结。真的，我挺感谢那帮同学们的，因为我当时学的是动漫与游戏制作，这是我那个中专最难找工作的专业，因为中国很多动漫公司只要大专及以上，所以在中专学动漫游戏制作跟在中专学核物理是一样的。现在我同学别说做动漫行业了，都没有人了解动漫。前一阵那片刚火的时候，给我同学打电话，我说：“哎，你看了吗？前一阵饺子做的哪吒那个画面。”他说：“等一会儿啊，哪吒不是藕做的吗？”饺子做东北哪吒呀。我说你脑子是不是藕做的？他脑洞这么多呀！但我挺喜欢这个专业，因为我们一半的时间是在机房上的。对我来说，禁烟的网吧呀。有的老师也非管，说打游戏别喊啊，要不打游戏的就看动漫，动漫与游戏制作专业。一半人喜欢游戏，一半人喜欢动漫，没人喜欢制作，一屋子消费者呀。我们虽然喜欢在课堂上打游戏，但我们喜欢在生活里思考。我组长每次思考都会让我震惊。有一次他说，我觉得我们这帮不太聪明的中专孩子才应该上什么清华北大。我说你接着说。他说就跟看病一样，不是你结果越差越需要好的资源拯救吗？我第一次听，我感觉天才。我俩当时就规划好了教育的未来，在汉厕2号坑。怎么讲，朋友们，就是环境决定了你脑子里的东西。我一直以为我有这种奇怪的思维，是因为上了中专，直到最近又上了一个含金量更高的学校——驾校。而且上了一个好驾校跟差驾校，我就一下理解好学校跟差学校之间的区别。就那个差驾校，它只告诉你必要信息。各位知道科目2最多考5次吗？哦，啊，不知道，我也是挂了4次才知道的。
因为教的也很刻板。倒车的时候说你对着第2棵树打死，对着第3棵树又打1圈。我到了考场没有树。我的心也没有数，真的就差价就教不好无所谓，考不好很喜欢让你难堪。我上回去的大巴车，教练在那挂了坐最后面啊，那什么驾校也按成绩排座位啊？今天考的最好的不会要开车吧？后来知道为什么我们3个坐最后要轮流站起来，说自己因为什么挂了，当反面教材。你知道压力真的很大，因为在我心里我还是个小明星，然后，主要确实挂科的理由有点太丢人了。第一个站起来说我压线了，第2个说我项目超时了，就我在那说我开错道了。而且你知道为什么第2个人项目超时吗？因为我开错道了，我抢了他的赛道，把他淘汰了。他恨我，教练也恨我。他头一次见到一个学员的不通过率是200%。真的，小时候老师骂我那些话都冲我脑子里了，就是你不学别耽误别人学呀。我这次就学着好好给教练送礼。我发现一个问题，你成绩差到一定地步，教练是不敢收的。他要别人的香烟，不要我的，都不是说我正直我不要啊。他说我帮不了你任何东西啊。但这个教练也是挺好，是他告诉我驾校可以转学。我到了上海，我决定找一个最好的驾校，我看看是谁的问题。我的。我发现那好驾校态度太好，我都不适应的。就是那种差驾校是会骂你是弱智，就好驾校直接把你当弱智。你感觉他没在教你开车，是在教你走路，你懂吗？把左脚轻轻抬起来。哎，对，很好，对，向右，反了也没关系。哎呀，我感觉下一句就是谁是乖宝啊？谁是啊？当时那种情况，感觉我就在一脚油撞墙上，他都在噗，创造力好强啊！我当时真的反思，为什么那些差驾校打压式教育我不适应，态度好的我也不适应，我是不适应是教育啊，或者我适应那种态度好的打压式教育。乖宝，这 TM 的也学不会呀。谁是蠢猪啊？谁是啊？那个驾校真的太好了，真的太会鼓励人了。你们都应该去大众点评打卡，因为大众点评万事万物都能打卡，你打卡教练还会鼓励你，因为他万事万物都会鼓励。他说：“哎，谁这么会打卡呀？谁呀？”这个好驾校真的对我来说白瞎了，他甚至有考官的照顾。但是我发现我考试的时候不需要考官照顾，我需要代驾。那个照顾给本身能过的人才有用，你知道？对我来说太鸡肋了。那个照顾就是你考试如果犯错误了，他会用呼吸提醒。没有任何用，我不知道我哪儿错了。他越传我越错，我越错他越传。后来我都感受不到照顾，我感受到的是尊贵，因为传起来像小狗。后来我感觉急的都有点护食了。
后来知道，考官是真哮喘。这次我挂了之后，我教练会安慰我，会鼓励我，说小齐没问题的，相信自己，不是你的问题，都会挂的，我们下次一定可以的，好不好？我说我第5次了，我没有下次了。他说总会有下一次的。我说是努力就会有下一次吗？他只要交钱就有下一次。第2次其实我很顺利的就过了，甚至习惯了他的鼓励，甚至在期待他的鼓励。我发现，我说犯了一些错误，我就等他说没关系。所以这篇就很感谢他，就很感谢所有鼓励我的人。对，这篇没有什么犀利的观点，也没有什么煽情的大底。我想我大底是病了，病因是染上了鼓励。谢谢各位，拜拜。双团之战的最后一位选手小齐，来投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小齐。小齐为什么在团战的时候要说这个？其实没想讲这篇，写了一篇我求婚的段子，然后来了吗？然后没写出来。没写好，因为我是觉得这个话题就只有几天，你就写的不好，我放到上面挺可惜的。人一辈子只能讲1次求婚，是吧？人不能说讲，所以你们想到时候看我求婚的段子，看线下。其实我想讲这一篇，也有侧面是最近接受太多鼓励了，是那种感觉，就是谁是乖宝啊，就感觉就是会有很强的不配得感，对鼓励这种事情。所以在克服，在学习。因为我觉得小齐到现在就是一切就是为了总决赛那一刻夺冠而存在的。哎呀，别！因为我也听了小齐很多的段子嘛，的确你安利出去了。自从上一期又听完之后，我都觉得我没有读中专是因为我考不上。我觉得小齐他无论是观察事情的角度，还是他去讲故事的那个结构的那个能力都太强了。我觉得你就很像是脱口秀里面特别厉害的屠夫，就比如你要去杀一头牛，你可以去把它的肉，然后贴着骨头把它剥下来，然后又不伤到骨。对，周深老师，我学过这个成语叫庖丁解牛。我知道。我只是想多说一点话。我怕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不会，我就真的很厉害。所以我的疑问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中专这个题感觉也像是在限制你自己的感觉一样？对，我也是在等阅读观众什么时候对中专腻了，我就肯定是不讲了。但是那个今天还笑了，还行，谢谢你们啊。然后慢慢的会，比如说这季之后，应该会尽量远离中专吧，考个大学啥的啊。那倒不至于，开玩笑。就是我还是会随时想写什么写什么，就是完全都看开放麦或者观众接不接受。如果等有一天我一提中专俩字，观众说我不听，那我就会停止的。但是我觉得身为一个小明星、大明星，反正就是刚才说的，就是这一点始终要告诉自己，虽然希望自个儿左右都是观众，但是不能被观众左右，要不然最后你老被大家人写，最终你都不知道自个儿是谁了，更不知道说什么，对吧？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得中和一下，就是这样啊，加油！懂了。小齐今天有一个改变，就用了差不多4、5次，类似于口技。对，这个表演型段子，这是。其实我觉得小齐他很敏感，他会怕观众有一天对讲中专，可能因为听太多了会有一些厌烦。但其实他的舒适区不是讲中专，而是讲自己作为一个差学生的感受。所以你今天觉得特别巧妙，你在驾校里面老考不过，他也是一个好像差生的一个心态。真是差生。所以这个差生的心态是你应该去保持，就在创作里面要保持，它是一个特别好的角度。我觉得就是我不太擅长考试，驾校我上了2年半，中专我才上2年。确实那阵儿有点挺苦恼的，这个驾校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小齐过往的段子的角度都是从自己的位置，然后吐槽一些被抬高的、被崇拜的东西，然后消解他的那个高高在上的属性，所以就可以攻击性很强。
但是这次可能因为驾校宽进严出呢，大家也都能理解，所以就虽然你自己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没有办法狠命的吐槽这一点，所以可能情绪上没有那么强，但你已经写得很完整了。啊，谢谢念正老师。但你看他表演的时候，我是有点为他紧张的，其实，因为很明显感觉到他疲惫，这是你在小七的表演上面看不到的，让人捏一把汗，真的。我到后面上场的时候，其实是想尽量轻松一点，其实心里还是涌着一点，哎呀，小伤感，就感觉队友都要走了，就是有点投入感情了。哦，哦，我没有经历过这种情感的情绪的透支，我之前经历过体力的透支，所以我现在甚至觉得体力的透支是好恢复的，情绪的透支是你无法控制的。我觉得挺恐怖的。我这次上台，我感觉我好像在完成工作。谢谢你们，朋友们，我现在是彻底放松了。就是因为你在表演放松，表演一个有情绪，那情绪不是真的，我是觉得好恐怖啊，不是太满意，有点顺从了，我不太喜欢这样。我以前会想一些冒险的东西，但我更趋近于稳妥。最近，我也在反思这个事情，冒险的东西是能真正出好东西的，所以我打算花功夫冒险。帮我推荐个好餐厅，很急。别急，我先看看什么阵容。人挺多的，家里聚会得有包间儿。确实，这个阵容不太好打。环境不能太差，长辈要去。放心，我提前看过了，是也不错。那到底能不能订到？别催，稳住，我们能赢。川儿哥，我都快急疯了，你别再面对急疯了。子曾经约过，人不知而不愠。朋友，我这是在帮你啊。用美团团购直接在线预订了，热门餐厅都能订得到，还可以查看大厅包间的视频和图片，环境怎么样看得清清楚楚。哇，这家不错啊，环境也好，包间也大，就订它了。凤川开团了，你真在打游戏啊？一边开团一边帮你打开美团，我们山东人办事儿靠谱。懂。比赛比到这个阶段，对于每个选手来说，大家都有压力，创作的压力，是表演的压力，突破的压力，谁都希望在这个舞台上能有更多的内容的拓展，然后也有更多的表演的形态。因此，再次掌声送给在这一轮完成表演的10位优秀的脱口秀演员。我们也要请所有的选手带着各自的名牌回到台中。到了这个时候，其实谁是年度冠军团队已经清楚了。对呀，说了100多分儿。我觉得我们能赢。现在的悬念是，在最后小齐和贾浩分别得到的票数是。我们第一个胜利。晋级有实力，经得起大众点评。根据规则，因为3季男孩获得了952票的高分，哥几个可以了啊！明天晚上吃饭啊！所以让我们恭喜3季男孩成为我们的年度冠军团，直接进入总决赛。往前走，往前走，往前干啊！努力努力。我的对手，你好。哎呀，对手，你好。我们请3季男孩把名牌放上奖杯，捧回属于你们的年度冠军荣誉。哎，我跟那个基业那个啥，哎，好了。哇！
未想过有一场金色的雨。天哪，从来没有。哇，好漂亮啊！哇，好看，沾沾喜气。来，拿着奖杯回到台中。走。3、2、1。三季男孩的每一位都是从脱友谊开始，一直到现在，走过了3季。今天拿到了这个年度冠军团，派出一位代表发表你们的感言。我们刚刚在那儿第一次一起感受到那个金色的纸片下来的时候，月月说了一句话，他说人生里边第一次为他下起了金色的雨。金色的雨了，我就很想借机宣布本届节目到此结束啊！冠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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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第2轮比完之后，我们一共有7个5人小组，但我们5个人的总分是倒数第1，所以我觉得其实一切都有可能吧，对吧？就是希望明天的兄弟姐妹要比的也放松心态，好好加油，朋友们，咱们明天加油！谢谢。好，老师们来，恭喜大家全员晋级总决赛。开心，恭喜！为什么你们的开心显得这么局促？我们要这个情绪要慢慢消化一下，不太真实，感觉不太真实。对，咱哥几个也算运气好，占团队的便宜。那你们组队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讲的哦。做团战，那可能节目就是真没招了，不整花活，节目就活不了了。这是基本的流程吧，反正怎么都是比嘛，不是很在乎就是队友这个关系。我始终觉得1+1是等价的。这一次有团的感觉了吗？我肯定是有了啊，这次必须有。因为我比过往年那种半决赛，其实那种一个人你要去扛这压力。贾浩是第8名。往年大家都有各自的遗憾，就都觉得没整好。今年大家分数也都不算很理想，所以就是有点失意者联盟的那种感觉。大家一个队，这个真的会让你心态是平稳很多。是。我们刚刚组队时还是全场最低分，还好后来有大家相互扶持。可以吗？稳住，可以，挺好，稳住。太强了！是。我们团队给我最大的感觉是非常的互相信任，我们是敢把后背给到彼此的。3季男孩的总票数居于第1位。赢还是真的是非常爽，我没有想到会这么赢。我从未想过有一场金色的雨。我真的觉得当时我们5个人在台上捧杯的时候，这一季整个节受度最好的。能说我是并列总冠军？哎，这是5冠王，我有5冠王。如果我们要出个拼盘，会有人看吗？愿意？如果真的有机会演拼盘，身边的好朋友大家轮着换着。我们这个队在选的时候应该叫3季小孩，因为会有女生朋友也会来。肯定啊，对，我们会延续下去这个互助的传统。感谢各位吧 ，Thank you very much，Thank you very much。以前你们口号都会变，这次你们还变吗？3季，创造奇迹！3季，再造奇迹！3季，正一个亿。好，现在我们请铁锅炖棒棒糖的5位也来到台中，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团战嘛，我们节目又主打友谊第1，比赛第2嘛，所以有了冠军也会有我们的年度亚军团。感谢年度亚军团在本季的精彩表现。哇，都拿下，挺沉啊，挺沉。
哇！年度亚军团派出代表发表你们的感言。希望大家看线下吧，来线下见我们吧。然后希望后面的兄弟姐妹们都加油，好好比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来，我们冠军团也来到台中。各位是这样啊，按照我们的规则，在本场比赛当中，我们的年度亚军团没有能够直接晋级总决赛，但是他们将带着今天每个人的个人分数，进入到总决赛奖位赛，争夺剩余的总决赛的晋级席位。让我们再次感谢史岩、阿赛、风心彤、小齐、瑞瑞。谁是亚军呢？谁是呀？啊！谁是呀？谁被淘汰了？谁呀？这4个小拽宝被淘汰了。再见。啊！意料之中又意料之外吧。我们能想象到是打不过，但是没想到就没打着。对这舍不得了，出手感情来了。舍不得你啊，小七，你要离开我们队了。反正就好好学习，好好演专场，爱来不来2.0，好好回家可以歇歇了。妞妞都想你了嘛，回去跟你媳妇儿好好的，就是把假牙放上，吃点硬饭，吃晚饭去喽。我带着铁锅炖棒棒糖这个团魂往总决赛冲一冲，好吧？叼着棒棒糖，背着一口锅就往前冲。我期待着总决赛哦。小七要夺冠哦。对，我衷心的祝愿小七夺冠。我努力，我带着你们前进，加油！铁锅炖棒棒糖。最后可以跟镜头再说一句话。那就好好告。别把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是永远的。真那个好。这个太难过了。哎呀，这宝宝。完，到底谁哭了？这个环节到底有？还是不能唱歌。完，老瑞也要开始了。没有，我在控制，再来2句呗。啊，要跟镜头告别嘛？不是说告别。3、2、1，我们是铁锅炖棒棒糖。我是瑞瑞，我是风心彤，史岩，阿赛，小齐，我们是铁锅炖棒棒糖。我是瑞瑞，我是风心彤，我是史岩，我是阿赛，我是小齐，我们是铁锅炖棒棒糖。我们这辈子都不会走，不会算，只要停在我们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们永远是铁锅炖棒棒糖。我都有点习惯一起打了，最开始史岩，然后有加瑞瑞、阿赛、风心彤，总一堆人一起，就是会挺开心的。虽然有时候也得操心他们嘛，他们也会帮助我，就互相帮助这种感觉。掌声欢迎史岩、小齐！掌声欢迎小齐、史岩、瑞瑞！掌声欢迎阿赛、风心彤、史岩、瑞瑞、小齐！嗨，大家好，我们是铁锅炖棒棒糖。读苗了，我接下来要自己面对了，要说自己走了，往后走一走。而冠军团 Seven、赵越、高寒、疯了的王继业和想要商业资源的贾浩，恭喜5位率先进入总决赛。各位，脱口秀的比赛，脱口秀的夏天一定少不了聚会派对，仅头可见。脱口秀盲盒秀正在进行，前往效果小程序了解活动资讯，还可以为你喜欢的选手拍灯，参与脱友问答认证脱友身份，优先赢取演出门票和节目的周边。我们在微博还发起了脱友3的抢先 report 计划，网友们分享超多有趣的观后感，想看看选手们如何反应，我们稍后解锁。感谢在脱口秀的夏天每一位朋友的陪伴，感谢优秀的脱口秀演员给我们带来的优秀的脱口秀演出。
并且期待优秀的脱口秀演员接下来更精彩的演出。各位，下周同一时间关注总决赛抢位赛。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7克，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烟火气氛正好，可口可乐不能少。感谢一口畅爽，烧烤更有烟火气的可口可乐赞助播出。超30倍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赞臣蓝针赞助播出。快乐信号满格，冲浪一路丝滑。感谢我的网络好搭子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圆圆的不离的网友在微博上发说，作为一名大3的学生，高考的记忆对我来说不算久远，真的很佩服我的语言功底和表演能力，笑点密集到这个还没笑完，另一个梗就像疯狗一样追上来了。感谢微博网友圆圆的不离在脱友3抢先 repo 计划中对我的表演表示认可。我真的希望讲了这个段子以后，有相同经历的朋友能够笑出声来，这也是这个段子的一些意义吧。我会继续加油的，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段子。谢谢。LEVIFALL 大姚绝非扇贝，我心中完全值得满票的选手。单口喜剧林琛，笑点像线面一样繁殖，一个点还没笑完，下一个笑点像鬼一样追上来了。我会非常感谢这位网友 LEVIFALL 大姚绝非扇贝，在脱友3抢先 repo 计划中对我的喜爱，非常感谢，借你吉言。然后我也是努力的让我的梗像那个线面一样继续繁殖，然后写出更多更好的段子。感谢。双门一颗小趴菜说，王大刀帅气出场，我一眼就爱上了。好多次看到他坐在那儿，弯着腰抱着头捂着耳朵，能感觉到他的紧张，但是一站到台上，大刀真火力全开。最妙的绝对是最后很多观众都以为大刀讲完了，结果他还有一个让观众情绪上很爽的底。感谢微博网友双门一颗小趴菜，在脱友3抢先 report 计划中活动中对我的喜欢，很可爱很真诚，谢谢你的鼓励。我们今天的这场叫做总决赛抢位赛，还有17组演员将要展开个人战。总决赛抢位赛正式开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的梗已经上齐了，它是一个把价格打下来的段子。这是一个价值70万的段子。你凭什么定义我的行为啊？那你能把心里的钱还给我吗？个人认为他是有可能冲冠的。谢谢，那我可以回家了，拜拜。我们从头开始好不好？让我听见你们的声音。没想到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这点真挺好的。哎呀，严老师，是啊，你也叛变到这儿了。欢迎跳槽哥哥。好，太好了。这单位挺包吃包住，有没有去看手机？这谁呀？搭档。像大人。太像了。我觉得大家做俩游戏，就是看看大伙是不是朋友。我俩个人之间有 beef。对。什么 beef 啊？是想听点内幕是吧？你真是海南做鞋的呀？他那书真叫帅波汤酒。震撼，大震撼！就往那一站说2句，你发现跟我在下边演那个感觉好对，哎呦，就坏了，就慌了。必须我一点没逮着你，但凡我想到你这么出岗，绝不乐。我们用掌声有请严和祥老师来一个。这给我这钱可不够回答这问题的。快，您自己挖的坑啊！正片开始啊，正片开始。欢迎各位大馋小子、大馋丫头入场，玛丽莲、孟瑞为您服务。你这一点新鲜感，你好，人家那种，过来玛丽莲。言归正传，今天是老师家的饭局，带相亲对象吃什么？吃好饭，吃好饭。我给你再吃。请评价张绍刚的穿搭。
我想成为他妈，我想成为他妈。你好冒犯呀！因为有时候你这个题啊，很容易就撞上。吃菜吧你吃菜吧你。这是这个题。好了，上菜。上菜。饿了还不行。哎，下面我们要玩一个全员赢餐标的小挑战。这是停水前最后一滴的那种。如果你们够大，这就是太平洋了。阿修杀死比赛，阿修。所以这个节目是我最后的机会了，离场之后最后的曝光。这是一个脱口秀大王上不来的节目，你会觉得有那种怀才不遇的感觉？没有怀才不遇，我觉得这个行业里似乎很难怀才不遇。因为你现在曝光的机会太多了。成功者的故事总是有人传颂，失败者的心声却没有人诉说。和我一起探究这些被淘汰者的失败故事吧。别光看我段子，我做饭也很好吃，我穿搭也很不错，我英文也很好，还读过学，还会翻译，还那个唱歌怎么样？然后我今天帮你把这些优点全部拿出来给大家看。怎么只记住我肩宽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离场之后的故事吧。有一个陌生的面孔，有一个意想不到的面孔。先别管性别是什么样，你先当成朋友。他们不喜欢你的行为，所以要质疑你的动机。无法对大家做出苛刻的评价，因为感觉以后大家也会苛刻的评价我。怎么样算成长了？就是允许一切发生。你永远可以看到比你更好的人。被期待是一种巨大的荣誉，也是一种巨大的压力。还是说人这一辈子就是这么过的？有了阴谋论之后，也许我们对于悲剧的接受度会更容易一些。就是说，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面，每个人性中的恶都会被激发出来。读者在投射到这种案子的时候，情绪会更强烈，触及到大家不愿意承认的一些东西。编织一个迷宫，创作这样一个东西，其实特别享受。然后我来引导他们出口在哪儿。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饥客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一口畅爽，烧烤更有烟火气。本节目由可口可乐行业赞助播出。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蛋陈兰珍赞助播出。好网络就选中国移动，本节目由指定产品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脱友3选手线下聚会再次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限定惊喜仅朋友可见。6月26日起，周5、周6中午12点正片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周1中午12点，脱友日记大王洞的夏天，围观合宿生活。周2中午12点，脱友好好玩公园，看脱口秀演员的游戏时间。周3中午12点，遇见他们第2季圆桌又开，鲁豫和更耀眼的他们。周4中午12点，离场之后，梁海源和脱友们慢慢聊。又带着冷笑话出现，幸好只有我懂你的笑点，不用解释，一个眼神到位，不用装完美，做自己才最宝贵。哦，拜托拜托，暂时忘掉一切，想记住你嘴角上扬瞬间，不用想明天还很遥远，不知不觉又和你聊到凌晨3点。烦恼往外跑，今夜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丽丽城传媒、天气通、新浪新闻、腾讯娱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的大力支持。上知乎参与脱友3问题讨论，参与知乎剧综圈子活动，解锁惊喜好礼。感谢独家播客合作平台小宇宙。想继续听脱口秀演员们台前幕后的真实故事，上小宇宙 APP 搜索脱友3特别企划，一起听见喜剧人的唠友局。感谢脱口秀和他的朋友圈水果汤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